有幾分鐘的時間要開始今天的公益講座哈。首先歡迎從花蓮地區的朋友們，歡迎你們過來哈。那當然我們有很多自己從前天就在這邊上學士工作坊的同學們哈。那麼花蓮地區的代表請舉個手。花蓮地區好，我們這一家人哈，秀娟家的一家人，那邊兩位那個花蓮來的美女。好，我以為他們只有20歲，結果他們都30多歲了。好，學賽斯果然會越來越年輕，對不對啊？我很喜歡看到很年輕的孩子啊，來認識賽斯心法啊，特別讓人興奮跟感動。好，那我們一面等許醫師過來2點鐘，然後呢，我們後面我們往後看一下我們的至清律師哦，他今天會在現場。好，為大家寫春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啊，那他的律師費是1小時8000，或許好，不要講。好，那大家隨意啦哈。如果你有喜歡的春聯帶回去，那麼自己隨便捐哈，自己隨便捐哈。那特別是花蓮地區的朋友們啊，我們帶回去你家的這個門上貼下我們至清律師的春聯，特別的美啊！來，大家請裡面坐，請裡面坐。好，那過年前能夠看到大家坐在這邊，真的很開心。那也非常感謝這次參加工作坊的同學們，紛紛的把身上的紅包通通捐出來哦。好，那也謝謝大家這麼的支持基金會的所有的建設跟推廣的工作哈。那我們現在目前缺的新台幣呢，是以億來計算的啊，以億啊。在早年在推廣賽斯心法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以千1000、2000的啊。那時候許醫師從台北我那時候在台南，到台南來為大家公益講座。我的自己的手機啊，好，那時候他搭飛機嘛我們有時候就包一點紅包。那時候基金會還沒有成立，我們都是自己私底下掏腰包辦演講，然後支付許醫師的機票費。那許醫師常常就不收。就不收，因為他都知道我們自己自掏腰包的嘛都不收那個車馬費我們就好開心因為可以省下來，下一次再請許醫師過來這樣子時間一晃20年過去了。好，我們也從中年婦女漸漸老去從那時候的中年婦女到現在有一點初老的階段年華都在賽斯的資料當中就是走到了今天。所以看到年輕人我覺得很開心，就想到我們當年的自己當年自己一路追隨着賽斯心法許醫師的腳步走到了現在所以好開心哦。來往前坐大家往前坐。對，好，所以等一下呢，如果大家對春聯有興趣，請到後面看看選看你喜歡的春聯。那我們現在眼光呢往你們的右手邊大家看到櫻花樹開了嗎？櫻花開了，很美，對不對那也是剛剛移植過來的。大家知道這些櫻花樹怎麼來的嗎？有一年我已經忘了是哪一年了，很多年有一年的大典是種櫻花，有人參與過嗎？我們的羅娜主任當然是可以的那個秀娟有參與過，你也有參與當年的種櫻花，太神奇了。還是媽媽懷她的時候那這個是當年這個多少年前我已經忘記了那一年是種櫻花嘛人手1顆櫻花，就種在我們的那個露營區。好，那最近呢，因為我們的小木屋要開始動工了，那整個都在整地，我們就總共移植了270顆的櫻花。好，270顆，1顆的移植費，大家猜猜看多少錢？你們怎麼都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在上網查可是公定價格大概4500一顆。一顆梅花，所以單是移植這些櫻花
我們來維護這個環境哈。那眼睛看到的是櫻花移植到這裡，好，那這些過程當中需要大量的人力，需要大量的財力。好，我們前任營運長要不要來跟大家說說感人肺腑的話？啊，那我們現任的營運長在哪裡？啊，我們這前後任兩任的營運長都到了現場，難得的機會哈，我們也邀請他們來跟大家一起說說話，然後也一面等許醫師來。我們先快到了，在上廁所，然後我們先請羅娜主任就是前任的營運許醫師的大型公益講座在台中大墩文化中心，然後我們中午有一個全球感恩餐會，我在這裡要邀請大家，然後也謝謝我們總會的顧問玉問老師哈，那個遊覽車本來要開到慈濟的，我們就直接開到大墩文化中心，好，謝謝大家，謝謝。地區花蓮地區好，我們趕快只要擠滿40個就再開一部，好不好？謝謝。地區好，花蓮地區的鄉親父老們，我們加油，我們要報40個人哈。好，來，許醫師來了哈。對，剛剛有2位年輕的花蓮妹妹哈。來參加，我覺得很開心，就問他說：“哎，你們怎麼會知道的呢？”他們說一直都在 YouTube 看許醫師，好，都有聽許醫師的講座哈。那許醫師從1月份開始，2026年1月份開始，每一個月都會來，他們2個就這樣子，就很興奮非常興奮，終於見到本人了，對不對？好，那這一對夫妻也是從花蓮過來的，我們特別喜歡花蓮地區，歡迎啦哈。花蓮地區的人可以來到，來，請坐，請坐。好，那你看這位媽媽帶的2個孩子，花蓮地區的子琪，太好了那以後帶10個人來好不好？好，那我們這個月又多了很多的沙發，所以如果椅子坐的不舒服，也可以坐沙發這樣，不容易，對不對？許醫師這麼多年，從他年輕一直，哎呦，又來了。從他的年輕到他的中年，好，好，我的辦公桌上有一張照片，是當年我們邀請許醫師到台南的照片。我那天整理東西又看到了那一張照片，天哪，許醫師好年輕哦！那是他很年少的時候，我們那時候也很年輕了走到今天，好，那許醫師真的很不容易，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對不對？好，我們給許醫師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今天的演講題目很棒，好，包含我們昨天才看的《阿甘正傳》，那許醫師一定會把這個題目的內涵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這是暗示跟催眠。好了，我們再一個熱烈掌聲，歡迎許醫師。好，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好，我們先讓新同學來讓大家認識一下。好，來，那個麥克風給那個這對夫妻一下。你是舊的，可是我看起來好新哦。來，那個。來，自我介紹一下，來說一下你是誰，然後為什麼會過來？我叫秀媛。秀媛之前有同學在推廣賽斯，可是推廣賽斯有2種推廣，一種是用你自己越變越可愛，然後越變越豐盛。來推廣賽斯，那有一種推廣賽斯叫反推廣，就是人家看你在學賽斯，可是都沒有改變，對，然後越來越窮，然後脾氣越來越壞，然後你越跟他們推廣，就越不想學賽斯，對，所以各位記得不要反推廣好不好了？对，那我覺得老婆有變好變可愛嗎？有外形上越來越可愛那外形上越來越可愛，他內在就心裡越來越富有這樣。內心越來越富有，好，但是存款越來越少。
沒有啊，存款也是都不錯，這樣子也是都不錯了哦。你看，哇，好，歡迎你們過來哈。好，來，後面那位也是花蓮過來的嗎？來，你的正後方那位。對，你，對。醫師好，大家好，很高興哈，我是在花蓮來而已啦，因為從哪裡來？對，從吉安而已。哦，吉安是啊，反而越近隔壁而已就遲到，不好意思，因為以為在那個原來的地方就找了很久，對不起，然後很喜歡醫師，然後很喜歡來這個地方，謝謝。那什麼時候接觸賽斯的？這個不好意思啦，記不得了，很久了，就很喜歡大家，記不得了，对，好，歡迎你哈，来給那個謝謝兩個辣妹來。我是林婉晴，然后林婉婷，晴，对，晴天的秦婉晴，对，林婉晴。然後我會認識賽斯是因為我妹妹，右邊是你妹妹，對，是我妹妹，哦，是姐妹花哈，對，然後我妹妹雙東姐妹花，對，然後就是她。之前我過得不好的時候，然後他都會過得不好，對，你為什麼過得不好？就是那時候可能壓力比較大，對，還是感情挫折？不是感情，是就是關於自己的那種事業沒有挫折感。然後我妹妹就會跟我說：“你不要一直把自己當受害者。”她說：“你去聽許醫師講話，不要把自己當受害者，要把別人變受害者，這樣大家有概念哈。”對，或是不能只是自己是受害者，要把大家一起。怎麼會有癌症這件事情？然後我就在 YouTube 搜尋有關於癌症的，他就推薦許醫師的影片給我，然後我才。YouTube 好聰明哦，對，我會推薦最好的給大家哈。對，然後我才慢慢理解，原來就是身體會生病，就是跟心理有關係，才慢慢了解賽斯的文化這樣子。對，好，所以你們現在住在花蓮市？對，我們住在花蓮市。好，那歡迎以後一個月每個月都過來哈。好，來，我們給後面那兩位哈，也是年輕人哈。大家好，我是那個陳怡珍，然後我是從台北來，剛好今天回來花蓮，然後跟家人一起來。你家是在花蓮，是吧？對。哦，那剛從台北要回來過年，對，那就來到賽斯村，對，是，好，怎麼會接觸到賽斯？是被勉強還是被強迫的？就家人還沒有接觸過。哦，不是家人帶你來的。對 ，OK， 好，歡迎。家人是指左邊這位嗎 ？OK， 來，醫師好，是，然後這位是我母親，然後這是我阿姨。哦，一個是母親，一個是阿姨。對，然後我們剛剛一起來的，把全家都污染了哈。對，好，太好了。對，是啊。然後我是沒有接觸賽斯，然後只是想說就跟家人一起來聽聽看，這樣。對，你沒有接觸過的，你還敢說？想來聽聽看這樣子。對，因為這個主題還蠻。那還有誰是那個躲在那邊那個？對，在喝飲料這個啊，他就一副好像小老鼠一樣，躲在旁邊這樣子，然後一起趕快喝飲料這樣，然後祈禱沒有看到他這樣，祈禱失敗。大家好，是好來來賽斯村算喜歡嗎？很喜歡，對，然後每年那個賽斯大典都有來，連賽斯大典都有來，好，歡迎你哈，好，那個。那個秀娟的兒子講一下話好了，對，他是好，因為以前看到他像，是，對，長大了，就是從小看到他長大，好，因為秀娟大概接觸也將近20幾年了，對，他兒子跟女兒就是以前是小朋友，但現在看到他們長大，來說一下話。許醫生好，我是冠龍，然後因為我媽的關係，所以我們全家都接觸了許醫師跟賽斯，然後也因為。我媽許醫師也說，就我媽已經二十幾年了，對。然後我對於賽斯村還有就是這附近的這一切，我都覺得真的是一個奇蹟的創造。你覺得這是一個奇蹟的創造？對，講一下你從小到大看到這邊怎麼變化的？然後他這一次也是第一次來看到我們新的講堂，那有什麼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距離上一次我來這邊是參加那個魯博館跟約瑟館的開幕，對，然後那時候這邊還是
綠意盎然，綠意盎然的一個狀態，對，然後就覺得這樣子一磚一瓦，靠着大家賽斯同伴們的算是信念的一個實踐，覺得很不可思議，對啊，就覺得哇，這而且就是這邊就是窗外的景色，然後跟整個空間的一個享受跟沉浸，我覺得是花蓮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對對对。我們就是這邊，它每個景都弄得很漂亮，对，都可以打卡哈。那因為我們還特別請設計師把我們，你要說嗎？好來。我叫林偉進，是台東人。台東，從台東過來。我的活動範圍就花東。花東是。對对对对。然后整個太平洋都你在管。啊。我真的講個笑話，之前有一個個案來看我，然後我們就是要醫療病歷，反正就是要問以前的行業啦，年齡啦，背景啦。後來我就問那位老先生，我說老先生你以前做什麼行業的？做什麼工作？他跟我說他是以前太平洋艦隊的總司令。中華民國太平洋艦隊的總司令，他好像是海軍上將退休的，對，然後來看我的門診，我說，司令好，司令好，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整個太平洋都歸他管，實在是馬上肅然起敬這樣子，對，來，我有接觸過賽斯，就是平常就是在 YouTube 看許醫師的演講，這樣，對，好，謝謝。來，這位許醫師好，是你好，大家好，很開心有機會一起迎接新年。之前住哪裡？我住在北林，就是鳳林。就是在鳳林。之前也有借原來的那戶外場地，跟太極的好朋友，有時候周末就會來這邊打拳。來我們鳳凰山莊這邊。對。然後是疫情前，然後之前也有那個樂琴好朋友介紹，我有來聽過一次。公益講座都還記得那個賽斯心法，就是結果先確定方法自然來，輕鬆不費力，信任感恩加行動，但要有耐心。我很小心的經過他，因為我不小心伸出手就會被他握住他就不會放了，然後握5分鐘才會放開，就是有一種植物有沒有？你經過他就會抓住你，然後就不會放這樣子，所以我要很小心我的手。是被抓住了，好可怕哦！謝謝，你來哈。好，來，我們開始我們今天的題目。來，羅娜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來，我們鼓掌一下哈。我們的前任營運長哈。那他要分享2個主題。好，第一個主題哈，我每次還是要開他玩笑，所以他很想打我哈。因為我一直覺得這是光榮啦，這是光榮，因為他大許醫師12歲，好，他也是屬猴的，好，所以我今年虛歲是59了，過完年59了，好，屬猴，好，還沒有過年，再過3天要過年哈。那他大我1輪，他也是屬猴，所以他過完年71歲。好，那他中午吃飯還跟我講個笑話哈，好像坐高鐵還是火車台鐵哈，然後他就拿那個敬老票，然後那個列車長就來查票嘛。就說這位小姐，你是跟後面那位白頭髮的換位置那個老先生換位置嗎？他說不是，他就是他本人。然後他後來票忘記丟掉，就拿身份證來出來證明這樣子哈。所以他跟各位分享2個主題，一個主題是他到底能不能實踐越老越有用。因為大家知道賽斯心法就是我們所謂的心靈的力量，是包括我們今天的主題，什麼叫夢裡藏着更？我這個意思是說，你更大的主觀生命是來自夢的宇宙，所以你是從夢的宇宙在參與了物質實相的這一場輪迴的一個學習跟成長。好，所以不只是以前羅大佑有一首歌叫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各位，地球不是你的家，物質宇宙也不是你的家，你的主觀生命是來自夢宇宙。好，所以今天我們會涉及幾個主題，夢中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來，我記得我打過一個比喻以前有一個莊周夢蝶，
好，莊子夢到他是一個蝴蝶在飛，後來莊周就問了一個問題：到底是我莊周夢到我是蝴蝶，還是其實我本來才是蝴蝶，是蝴蝶夢到他是莊周？是莊周我夢到我是蝴蝶，還是蝴蝶夢到他是莊周？好，那你以為你是你，你以為你是你，會不會你其實是夢裡面真正的你？他在做夢，你才是他夢中的自己。你以為你在做夢，其實是他在做夢。你以為是你在做夢，進入你夢中的生活，其實是他在做夢，夢見他是你，所以你只是他夢中的自己。夢中的情夢，不知是真也是假。同學都被我訓練的很會唱前兩句了。各位，到底是你是夢中的主要的你，夢到他來這個世界，夢到你叫這個名字，你才是他夢中的自己，而不是你做夢夢到你是誰。各位，如果從這個角度，你就會突然有一種恍若隔世，跟人生其實就像是一場夢，人生就像是一場夢。你是你真正的自己，正在做夢。所以為什麼佛家講開悟跟醒悟？各位，你既然是醒的，為什麼要再醒？就表示你不是醒的嘛。你認為你的醒是什麼？是在做夢。你認為你的做夢才是真正的清醒。各位，像理解許醫師的比喻嗎？所以為什麼佛家講開悟？佛家講這個醒過來，清醒過來。修行不是要開悟跟清醒嗎？要覺醒嘛。那你既然是醒的，為什麼還要醒？就表示你什麼？你是在做夢嘛。各位，來捏一下自己的手，或捏隔壁人的手，捏他的屁股，用力捏。对，你不會痛，就表示這是夢，對不對？你是不是不會痛？對不對？你不會痛，就表示這是夢。你當然不會痛，因為是他的屁股嘛。OK。所以各位，所以我們把它顛倒過來。如果你的從小到大，你的從生到死，其實是一場夢，那你怎麼看這一場夢？你怎麼看這個在夢中的自己？所以你是不是做夢夢到你老公背叛你？你是做夢夢到老公有外遇？各位，好了，這是笑話。你怎麼看你的一生？那你的一生，我不是說它是不對的。萬一它只是一場夢呢？萬一你真正往生之後，你才醒過來呢？各位，萬一你真的往生之後，你才醒過來呢？那你真的要等肉體結束往生之後才要醒過來嗎？還是你現在就要醒過來？那醒過來要幹嘛？大夢初醒，黃粱一夢，黃柯一夢。那夢醒時分要幹嘛？來說，我們要再回到羅娜。羅娜現在71歲，是什麼？是在做夢。好，剛剛許師講這麼一大堆，要講什麼？如果你覺得你只是被現實世界局限的，你活在物質宇宙當中，你就是被框架、被限制，你不得解脫，不得自在。可是如果這是夢呢？就回到賽斯心法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可以創造實相，你可以開始用心靈的法則，在物質實相裡面做創造。各位，心靈的法則拿到物質實相，意思是什麼？你更可以容易的創造豐盛，你更可以容易的創造健康。各位，好像我們基金會有非常多學習的人，來死掉的也很多了後來創造奇蹟式的療癒。各位，創造奇蹟式的療癒，你可以創造豐盛，創造健康，或者像羅娜，我剛講，以世俗來講，
71歲的老太太。可是，如果開始以心靈的法則，她能不能創造人生的第二青春期？能不能再創造人生的另外一個高峰？能不能如賽斯心法的活快樂健康的活到至少99歲？來，所以各位，我們要講的是，賽斯的學習是讓各位開始覺醒心靈，而開始用心靈的能量跟心靈的法則。來，各位記得，心靈的能量跟心靈的法則，那個東西不是我們的自我，不是我們的自我。這也是我們基金會跟許醫師在這40年來不斷的深入研究的東西。好，所以羅娜跟大家分享，他怎麼開展他的第二青春期，還有他怎麼去體驗他夢中如何藏着更大的自己。那光是這句話要幹嘛？突然有燈在，你看，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對，好，各位。那夢裡藏着更大的自己是什麼意思？那我怎麼使用這個東西？所以各位，我要告訴大家，賽斯心法不是只是理論，它是要可以實用的，它是要能夠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的，好不好？來，好，其實各位這個視訊前面的賽斯家族現場的同學們，大家午安，也祝各位新年快樂。那我第一個夢，最明顯的一個夢，其實是在我得癌症前。好，那這是25年前了。好，在我得癌症前，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得了癌症。可是其實，在夢裡，我有一個自己是很驚恐的，因為25年前，癌症這個東西，很多人都說是絕症。那為什麼我會做那個夢？因為當時我是一個命理師，對，笑話，我們基金會的中間幹部都是癌症病人，羅娜也是，現任營運長也是癌症病人，所以沒有得癌症的還不能加入我們基金會，沒有開玩笑的，對对。那因為我是命理師，我去看了一個個案，他已經是癌症住在加護病房。那當然，命理師當時就會一直教他念心經啊，然後巴拉巴拉的，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你不是癌症，你不了解癌症的痛苦，好，那隔着這個，因為他已經是被隔離的，那我就有一點難過，好，覺得感覺自己是在隔靴搔癢。好，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就做夢，夢見我得了癌症，那我在夢裡其實是開心的。我跟自己講說，我終於知道得癌症是什麼了。好，半年後我真的得了癌症。那各位有沒有覺得，當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夢裡藏着更大的自己，那為什麼你會做預知夢？就表示夢裡的自己其實是可以預知未來的事情嘛？對，這樣知道我在說什麼哈？等一下徐師會一一的跟各位解析夢。好，對不起，我大學時代曾經看的，比如說夢的解析，或高中時代，來賽斯心法早就超越弗洛伊德夢的解釋，不知道幾千萬倍了。對，如果你做過預知夢，各位，那就代表夢中的你是有預知能力的。來，各位，來有沒有做夢夢到你過世的親友過？有。好，我昨天翻了半天，因為昨天跳出一張2014年我爸爸過世的時候，我在準備告別式的照片，然後一同學又去按讚。各位聽懂我意思哈？所以那個同學按讚，按2014年的2月13號，我在準備我爸爸的告別式的一張照片去按讚，按了讚 ，FB 就會跳出來，就通知我2014年2月13號有一個人在我爸爸的相片按讚，給我查了半天，原來是2014年2月4號星期五的大年初5星期2，我爸爸往生。好，各位有沒有夢過你往生的親友？有。來，各位，這不是象徵，簡單告訴你，夢中的你本來就可以穿梭時空，所以夢中的你本來就可以去拜訪跟見面你往生的親友，是物質實相才受到時空的限制。夢中的你本來就有能力穿越時空，這樣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夢中的你本來就不受到時間的限制，所以當你做夢夢到你往生的爸爸或媽媽或往生的爺爺奶奶，其實，然後這時候我太太在紐約在念大學，好，結果她就想幫她爸爸找跟身心靈有關的，就她在紐約的書局看到我的書，第一本書在西元2000年出版，叫《絕處逢生》。後來她回台灣，好帶她爸爸來找這個醫生。後來我們的緣分才開始，所以書中有什麼美嬌娘，還有嫁，好，她的嫁妝就是這樣來的。所以有沒有黃金屋？有，書中既有黃金屋，又有美嬌娘，這真的是真的。好，來繼續說。所以後來我得癌症之後，我也是去書局，一直想找為什麼哈。那到書局買了一堆相關癌症的書，可是是在櫃台結賬的時候看到一本神話雙月刊，免費贈送哈。那神話2個字很吸引我，我帶回家，然後就這樣去參加了許醫師在高雄的癌症團療。那其實當時我們也沒有地方，新時代協會在高雄也還沒成立分會。就這樣，我就一路跟着許醫師，這是我當年最啟發我的一個夢。原來我有事要做，所以我得癌症之後，我就一直有一個信念跟一個使命感。如果癌症不讓我死掉，那我肯定有事要做。這就是夢中藏了一個更大的自己，它喚醒了我。所以，在跟許醫師的過程中，其實當年我沒有辦法認同許醫師的這些觀念，可是有一次我實在是過不了自己那個佛教徒的那些很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就跟許醫師諮商。許醫師只跟我講一句話，就讓我哭到不行。你有一個英雄式的自己去了哪裡？哇，我不行了，我就諮商花了那麼多錢，當年也不是很多啦，就是3000塊。我大概許醫師只講了2句話，我是哭了50分鐘。這是很奇妙的一個緣分，對不對？那為什麼我哭成那個樣子？我在專校的時候，我就創辦了一個懷安社。這個懷安社是要幫助這些孤苦無依的孤兒啊、老人哈。所以那個夢想，其實在我結婚之後就沒有再實現，所以它其實是喚醒我那個東西。對呀，我有一個自己去了哪裡啊？為什麼後來結婚之後我會越來越無力感，越來越覺得自己沒用？好，然後當然得了癌症就救了自己嘛。可是癌症的治療我只做了手術。其他我都沒有做。那正常預防治療一定是要再幫你做更多相關的治療。我是天生鬼棍啦，所以我覺得我當年做手術那時候還沒有遇見許醫師，我只是覺得我要為我的家人交代，因為我有結婚有小孩，那我有姐姐們，我覺得我的手術是要跟他們交代。可是遇見許醫師之後，我才知道我這個人本來就不只是這個樣子，可是我從來沒有認可我自己。那4年後，就是我得癌症4年後，我先生過世了。那這件事對我的打擊比我得癌症還大，因為我得癌症我還知道將來我要做什麼，對不對？我要幫助更多也得癌症的人哈。因為我走過，所以我知道那個痛苦，我知道那個幽微可是為什麼最愛你的人死掉了？而他那麼愛你，當他死掉的時候，就是天塌下來了好，這個就是進入我，他體格什麼都很棒。他說我正在訓練我自己，因為接下來要去救災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好，沒多久，南亞海嘯來了。
我就覺得原來我先生跟我一樣有使命，可是他是去靈界救災，那我這個人是留在陽界哈。那我記得後來，在我先生過世之後，我也來了花蓮。那時候我們花蓮要成立花蓮婚會，那要成立花蓮婚會，那我本來是新時代協會的秘書長，所以許醫師跟我就住在那邊的素食山莊。走到這個，大家以前知道這邊有一個菜來香活魚三吃，菜跟香。那我們在那邊吃完活魚三吃，然後要走回民宿的時候，徐醫師說：“那是什麼？那是什麼？”就要當時新成立的，花蓮婚會的金義跟於如帶他下來看，就是各位後來看到的鳳凰山莊。可是當時還沒有真正的去簽下約哈，可能過了1年多哈才簽了這個約。好，那我就回到屏東了。回到屏東，我陸續做夢，常常做夢。那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再歸隊啊？那我給自己大概兩三年的时間不歸隊哈。那不歸隊就是在屏東自己搞。好，所以我在屏東，也租了一個破的房子，整理成現在的屏東婚會。那這個歷程對我來講也很棒，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個夢，那這個夢就是我開始有力量了，我可以決定我要做什麼，不做什麼。那這個夢裡面，我好像就是那個將軍，我像那個將軍。我可以說沒有往哪裡去，那我就發現，為什麼夢裡我是個男人？這是我後來自己在屏東成立之後，我覺得原來我是有力量的。所以很多人說我是屏東，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我只知道在一個樹林裡。那我們每個人當然，就是各據一方，好，到什麼時候我才發現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現在學院區的那個梯田區。有一年，我們花蓮的第一人於如他走了嘛。那一年我非常的傷心，我就走到那個菜根鄉，又走到那個我們的梯田區，那時候還沒有特別的開發，我走到那邊就眼淚一直掉，可是我就看到，我兒子捐了100棵樹，種在那個茶樹，種在那邊。我看到茶樹林長得好茂盛，我就想，這不是我夢中之地嗎？不是我夢中夢見我們整個火車衝下海裡，就一出來是在一個山坡上，那樹林很茂盛，這幾個夢對我來講，應該是我人生當中一次又一次的覺醒。那這個覺醒其實是有點辛苦啦，要不是就生病了，要不就死人了，可是最近的覺醒是，因為我們基金會要建立一個傳承的制度，我們所有的主任3年1任，再來我們要輪調，我先說這個輪調。就是主任如果在一個地方太久，我們很擔心說，哇，那這個地方大家可能就怎樣的，所以後來我們就由我開始，我們建立輪調制度，然後建立一個3年1任的這樣的制度，我們要傳承下去。那最近有人就去了，因為我們屏東婚會，我們現在會址快到期了，我們得找地方。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因為大家都在擔心怎麼辦，3月31號我們就要被趕出去了。那一天的夢也很好玩，我夢見一個很胖的人，那個胖到我覺得怎麼會有人這麼胖，可是這個人我也不認識，他只說好吧，就讓你用吧，只講這幾句話。那我沒有想太多哈。那前一陣子也是一個我們的好夥伴帶來一個真的是很壯的男人，但不是很胖那他帶我去看他買的一個舊的房子，可是因為要整修的時候被騙了，所以那個整個
整個只剩下一個鋼架、鋼骨這樣。然後帶我去看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假設基金會要用，好，屏東分會要用，好，那我5年免租金。後來我心裡想，誒，怎麼這個夢又實現了啊？因為我71歲了，在營運長卸任的時候，我大概有1個多月，我是覺得自己沒有用了。我陷入那個自己覺得沒有用的那種難過、那種失落、那種年齡被歧視的感覺裡。我真的講這個哈，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老人家身上，我就跟屏東分會講，我說我已經進入第2青春期，70歲，好，你看我多棒，我終於來到第2青春期了。那今天如果不由我來做這件事，要由誰做？對不對？捨我其誰？然後我就跟屏東會說，來，我們屏東會現在整個就是往第2青春期走。好，那退休的來，好，覺得自己沒有用的過來，好，然後生病了之後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過來，好，是，結果要慢慢啟動對屏東的第2青春期。結果就這樣開始，好，現在當然我們的會址也還沒確定。可是那個夢讓我知道老天自有安排。是，好，對，那我們就謝謝羅娜的分享。所以謝謝大家，我們一起，好不好？好，來，好，學校開始跟各位講夢的主體是什麼。好，賽斯心法剛剛這位同學耳熟能詳的在那邊，這個結果先確定，方法自然來，輕鬆不費力，信任感恩加行動，但要有耐心。好，我們常常都會做夢。但是夢的主體是什麼？夢中的人是誰？好，剛剛羅娜的一些分享裡面，剛剛許師也提到，第一個，你在夢中會有一些預知的能力。那展現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常常講，就會有一種叫這個專有名詞叫 déjà vu。déjà vu 就是似曾相識。好，比如說你要去買一個新房子，你到了那個新房子，你突然有一種好像我來過。可是其實你從來沒有來過，或者你這一輩子第一次去的地方，你會有一種好像我來過，其實你沒有去過。那你是去過呢？夢裡面。好，你是在夢裡面去過，所以夢裡面的你本身就沒有受到時空的限制，它叫 déjà vu， 似曾相識。所以你到一輩子從來沒有去過，第一次去的地方，你會似曾相識，因為夢中的你去過，因為夢中主體的你並沒有受到時空的限制。來，比如說現在是2026年2月14號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哈。來，今年底的事發生了沒有？是你預知到了，最後你避開它。所以有時候你們會做一種恐怖的夢。其實那些恐怖的夢是預知夢，那因為夢中的你已經代替你去經驗了一個未來，那最後當他回來的時候，回到你的這個自我，回到你這個醒時意識，你決定你不讓那個實相發生，於是你做了那個預知夢的目的是為了讓你避開它，叫趨吉避凶，懂了嗎？所以夢中的你會幫你預演 rehearsal。用預知夢的形式，用一個噩夢的形式，用一種荒誕不起的形式，讓你去夢到很多你認為光怪陸離的。那等你醒過來的時候，在潛意識層面開始做一個很緊密的省思，你要還是不要？你要這個實相還是不要這個實相？如果你要的話，它就變成預知夢；如果你不要的話，它就變成是你預知到最後，但是它沒發生。所以賽斯講過一件事很好笑，常常很多的算命算的都是準的，可是因為它被說出來了，讓你提前知道了，所以你讓它不準。有沒有聽懂？很多算命孽緣，來各位孽緣知道哈？來先講個笑話，在愛情裡面常常有一見鍾情，但是在一些佛法的概念裡面，他告訴你要小心一見鍾情，因為那是什麼？孽緣。小心一見鍾情，因為它是什麼？
孽緣，因為它來自於某一些自我意識不覺察，可是與前世有關的一些未了結的情緣，曖昧不明的前世記憶，曖昧不明的前世的業障或虧欠，導致你在這一世一見面就突然覺得很熟悉。來，那是什麼？孽緣。好啦，是開玩笑的。好，的確也有一見鍾情。好，等一下我再留有時間我再解釋一見鍾情。好，所以夢裡面的自己知道你的前世，你不知道，因為它隱藏在大腦深處。因為自我意識通常離心靈很遙遠。來，各位，比如說你可能做了一個古代的夢，跟某一些人在古代裡面生活在一個地方，很愉快的做着那個時代你在做的事。各位，你醒過來只以為你自己看的古裝片，以為你看了古代的片子之後，你不知道那個夢就是在告訴你你的某一個前世。而夢中的你知不知道？他知道。來，各位有沒有做過一種夢？你在夢裡面跟一群人很愉快的聊天，甚至一起吃飯，甚至一起出去玩。在夢裡面你跟他们每個人都很熟，可是醒過來會覺得見鬼啊，那些人是誰？是誰跟他很熟？因為你跟他們一點都不熟。誰跟他很熟？夢中的情話，不知是真也是假。夢中的你跟他們每個人都很熟，而且夢中你很清楚知道你跟他們認識不是一天兩天，甚至很多的夢有他自己的過去跟未来。各位，可是你醒過來之後，你突然覺得很奇怪，那些人是誰呀？我怎麼在夢裡面跟一個不認識的人聊天聊得那麼愉快，而在夢裡面我們竟然是那麼好的朋友？你醒過來，我一點都記不起他長的樣子，甚至連他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來。可是明明我在夢裡面，我的主觀感受是我們好熟好熟，就像家人，就像伴侶。各位有沒有這種夢過？那它代表什麼？夢中的主體是什麼？夢中的你知道，他可能是你累生累世的親人或朋友。夢中的你知道，你們在夢中的實相，你們其實是很多世的朋友。而醒過來的你馬上就被局限住了。所以夢中的你是整體的你，醒過來的你是片段的你。夢中的你是整體的你，醒過來的你是片段的你。各位，夢中的你知道的比你多了。甚至我告訴各位，你們超過40-50歲的人，你們多多少少已經在夢裡面去安排你下一輩子轉世的實相了。你可能會做一種夢，在夢裡面你跟一群人在玩，那群人好像是未來的人，你只記得這個夢。在夢裡面你跟他在玩的那一群人就是你未來的家人跟朋友，可是你現在死掉了沒有？你還沒死，你還沒死，可是在夢中你已經開始播種你的下一世了。各位，那老人痴呆就不用講，就是直接已經離開了，意識已經直接離開了。像各位對於夢中的你有沒有開始擴展的感覺？醒過來的你是片段記憶的你，表層記憶的你，夢中的你是整體的存有的記憶，內我的記憶的你，有没有開始有概念了？來，各位。有概念了嗎？我繼續講夢中的主體。有時候有沒有想了很多天，是想了好多個月，只想了1-2年都不知道發生什麼東西的什麼？有一天做一場夢，也不知道夢見什麼，醒過來只知道尿很急而已。可是好像醒過來不久，突然怎麼樣？你也不知道這個釘怎麼來的。仿佛一邊刷牙一邊覺得好像突然明白些什麼，於是困惑你的10-20年，甚至1-2年，到底我接下來要怎麼做？到底是要結婚還是要離婚？到底是要一個人把孩子帶大，還是把孩子送給前夫？到底我要離職還是不要離職？到底我接下來人生方向是什麼？各位，
好，你不太記得你夢中發生什麼事，可是一早醒過來在刷牙的時候，你突然做了一個決定從泰國飛到台灣來參加許醫師的工作坊，然後在那邊說，許醫師真的耶，在網絡上面、電視上面跟你們一起上課，跟到現場是不一樣的。各位，來，麥克風，你是誰？為什麼接觸到賽斯心法？為什麼在做了一個夢之後，從泰國飛到台灣來上課？這叫麥克風，這個叫群眾。來，請對着麥克風說話。你是誰？為什麼來台灣上課？徐師，你沒把我拉上來，我正想睡了。你的夢想，把你的 idea， 把你的現實層面把它做出來的。來，就像一個建築師，滿腦子有偉大的建築圖，滿腦子有偉大的哪一根螺絲放哪裡，他都已經想好了。你想好有什麼屁用？你沒有去做一棟實際的建築物，你在幹什麼？就像你是偉大的畫家，你想腦海中張中書千萬貫，但是你自己一本書都寫不出来，就什麼屁用？懂了沒？裡面有全新的100塊，你們其他人沒有。我告訴你們，只是告訴你們沒有而已，好不好？好，下次有麻煩參加工作坊哈，我們1年只有發1次，好，送你一個錢母，全新100塊，由羅納前營運長哈，特別全新的100塊，我們送他一張錢母，來啊！許爺爺發紅包了，哦，姐姐是哦，對对，不能重男輕女，姐姐要不要？啊，紅包要還是不要？你要說要才有，對，來，當噠啦當噠啦當噠啦當，好，各位。為什麼要有開悟的自己？為什麼我們要有本體，要有佛性，還要來當人？因為有佛性有什麼屁用？這樣懂我在說什麼嗎？你就是要來輪迴，你回去幹什麼？你就是要來輪迴，你就是要來轉世，你就是要在你的物質人生當中活出你最偉大的夢想。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所以夢的你什麼都有，有什麼用？你要在物質實相當中把它創造出來。這就是我們來輪迴的目的，一次不夠，再來一次，這叫做轉世，懂了？來說你是誰？為什麼接觸賽斯心法？來到台灣幹什麼？說我要開悟。喂，徐師最討厭這種心口不一的，明明是想來發財。對，賽斯心法最強調內外要一致。來，以前我講一句很粗俗一句話，我不是講你哈。要當婊子也要拿牌坊，既要台面上讓大家覺得你很棒，可是骨子裡你又在那邊很多自己的小揪揪。各位，心靈一定要先自我面對，要麼就專當婊子，要麼就是專拿牌坊。各位，心靈一定要自我面對，好不好？好，來，為什麼來台灣說？來當間諜的，對不對？好了，好了，好了，來學習是，然後呢？講夢中的你，夢中的我，其實夢真的，我去年開始學夢，跟許醫師學，然後我真的覺得在夢裡可以找到很多答案。再講一個例子哈，最近王大陸有一部大陸的片叫《超級的我》，是吧？叫《超級的我》（Super Me）。好，王大陸主演的電影哈，簡單來講，他本來一直在做噩夢，最後他發現一件事情，他可以把夢中的金銀財寶拿到現實實相。各位，非常有象徵含義的夢，但這一部夢的象徵含義是真的。等一下我就會跟各位說，古今中外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家、創作家、作曲家是在夢中得到靈感的。所以夢中自有黃金屋，夢中自有美嬌娘。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古今中外多少成功的人，多少將軍是在夢裡面找到破解敵軍的方法。他做了一個夢，醒過來，他知道怎麼用兵了。多少困住科學家20-30年的科學難題、數學難題，怎麼想都想不到，突然做了一個夢，
他知道怎麼破解這個難題了。所以你要發財，你要健康，對不起，開始喊名知不？做夢，因為夢裡面有宇宙的智慧，夢裡面有非常高深宇宙的智慧，就怕你拿不到。所以王大陸那部電影叫《Super Me》，來中文名字叫什麼？超級的我是嗎？超級的我哈，非常俗氣的一部電影，哈，也非常失敗的一部電影，但是它的寓意很好，它的寓意很好。就他本來每天在做噩夢，走入絕境了，已經準備要跳樓自殺了。後來有一個老先生跟他說：“不壞，我們非常節省，我們希望大家發大財再捐錢。在發大財之前不准捐錢。”來，徐師的命令是什麼？4個字：不准捐錢。來說，不准捐錢。再講一遍。發大財之前不准捐錢，好不好？發大財之後再捐，對，好，我們一定會各位慢慢養着，慢慢養着。捐菜，你看各位，你看我們有菜，鼓掌。好，等一下我會講夢可以幫助各位無中生有，夢可以幫助各位無中生有。我剛剛講了，你去查歷史。你又要回去，我叫你回去了嗎？各位，你想不通的難題，一個發明家怎麼樣都沒有解決的科學問題，或是一個想賺錢的人怎麼樣都找不到他的賺錢模式，或賽斯講的哪一句話你怎麼聽都沒有聽懂，去哪裡？各位。你們有太多經驗了，太多經驗了。來，我先告訴各位，人生成功的秘訣就是早起床刷牙的時間，一邊刷牙就一邊涼。來，為什麼到台灣來說？來見許醫師，和你學習。啊，為什麼在家看電腦熒幕跟來這邊上現場完全不一樣？這叫麥克風靠近嘴巴。完全不一樣，那個感受。什麼感受？不會講中文。講中文。什麼感受？感受跟那個熒幕是不一樣的，那種感受講不出來的。你很不會講話，你就說本人帥還是熒幕的裡面的人帥就好啦。哪一個帥？當然是都帥，對對對，沒有啦，怎麼來？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哈。剛剛徐師講的都是真的，沒有一句話是假的。可是你可以去促進或加速它的運作。好，來，我再講，在睡覺前寫一張紙條放在枕頭下面。我要我老公離開那個狐狸精，對，或是我要豐盛，或是我怎麼讓我的事業起死回生。各位，好，那我跟各位講，你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盡量不要涉及別人。好，你不要涉及我老公離開那個狐狸精，因為他不離開呢，你要說會有一個很棒的人來愛我。各位，你不要去決定對方，好不好？你不要去決定对方。好，你只能說你自己。好，因為如果你去決定別人的話，你涉及違背別人的自由意志，違背別人的自由意志的心靈法則一定會失敗，不能違背別人的自由意志。OK， 好，那你就在夢裡面跟夢的自己許願，跟夢的自己許願。好，但是有一些超越物理法則的，好，比如說要再長高之類的，就算了，好不好？但你可以買那個 One Boy 最近出一個衝鋒鞋，好，提高4公分，那個可以，好不好？好，對，來看手在夢裡看到我的麥克風，夢裡看到我的手掌，我就是在做夢，對對對對对，好，這是個自我暗示，好，這是一個小的技巧，好，我們謝謝這個同學，好，那個字親到前面來哈，來各位有寫要寫遺囑的哈，要離婚的哈，這個啊他講個哈，這個賽斯家族哈找他處理法律問題打9折，哈，打9折，
他是台大法律研究所的高材生，這個政大法學博士肄業。好，來講一下為什麼要學賽斯心法，然後你怎麼樣去體會夢裡藏着更大的自己，然後怎麼去運用這個東西。因為各位我一直跟大家講，知道理論是不夠的，怎麼去運用比較實在。然後這個，因為他現在是我們基金會的顧問律師啦，顧問律師。那我先講一句，這個時代有時候律師比歹徒還可怕。像我有些學員找錯律師，氣到這樣快吐血，因為他最後搞不清楚律師是在幫他做事還是在騙他的錢。甚至我有個個案搞了半天，他說律師好像在出賣他。那這個不會，因為我會宰的他。他不會，他是我們賽斯家族的，起碼你不用擔心你的律師騙你的錢，或騙了你的錢之後事情沒辦好。就像學士之前就找錯律師，幫我打贏官司，但錢1毛錢都沒有拿回來。各位聽懂了沒有？我找的律師花了我200萬的律師費，打贏了官司，最後打贏了跟我說，徐師，我們官司打贏了。我說那我的錢呢？徐師，對不起，你的6000多萬1毛都拿不回來。我說幹，我要你幹什麼？我說我打贏官司啊！各位，你吐不吐血？為什麼贏了拿不回來？因為對方脫產了，脫產知道把 A 公司變 B 公司，股東是同一批人，但是公司變了。但中華民國的爛法律只追究公司，不追究股東，聽懂了沒有？好，來講你怎麼利用夢。然後為什麼賽斯家族打9折？還有一個打8折。就是你在遺產裡面寫我要捐給賽斯教育基金會100塊，就可以打8折。這是比喻啦你或多或少往生之後，比如說你有3個小孩想分4份，1份捐給基金會，5個小孩想分6份，或者你想捐多少心意10塊8塊，他這邊會幫你打8折。好，來，因為我們在分會或是在賽斯團體，我們有一些公益的諮詢，那很多來問遺囑，就公益的，那可以掛號。那其實我現在還有人問我，徐師，你們的律師是什麼律師啊？是遺囑會嗎？我說我們的律師就是專攻遺囑的啊，他就是專攻遺囑的啊，他不上法院的。我有上，比較不喜歡上法院的。他不是刑事官司，他主要是針對民事法啦。對，其實我本來是做公司證券，那後來因為賽斯擴展我的很多的領域，讓我自己去也是要進修。那我為什么學賽斯啊？其實我認真學也沒有這幾年啦。那主要是我父親也前一陣子也2023年走了。那時候走了以後，我其實因為我父親離家很久了，那我自己的人生經驗就是也是，其實當初念法律是為了我得承認我為了很功利，就是賺錢，因為我家我爸是個鐵工人。然後，所以我為了要賺錢，爸是鐵工人，我爸是水泥工人。那就是一個很功利。可是我工作了25年，我現在25年，我會覺得那人生只有賺錢嘛，我好像失去了我自己。那後來我爸往生以後，我覺得我好像那時候剛學賽是一陣子，可是我不知道怎麼開導他，因為他離我很久了。那我那時候就很想在他臨終前讓他去。發現然後但是後來我有在基金會有幫忙處理一些事情，或是就之前有一個事情處理完以後，大概過了我爸走了半年，我竟然夢到我爸了。然後我爸就跟我說爸爸告訴你，我爸說good job， 加入基金會是好的，为赛斯基金会服務，会福音我们5代是嗎？爸爸說什麼？但他就是長不一樣，就是一副好像就是很輕鬆，跟我看到以前很害怕，因為我很怕接他的電話，他會然後就說我跟你說，我最近有在看心理醫師。爸爸在夢裡跟你說他在看心理醫生，對，那個心理醫師姓許是吧？我沒有問他，因為我就很開心去那個，然後我就忘了問他，就醒來，我就很想問他到底是許醫師嗎？還是賽斯，就很有趣。對，那我自己在一些人生經驗中，我每次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我很難去
有衝突，我自己個人特質，我不喜歡衝突，是我偏偏走上這一條路，我心裡很多矛盾跟衝突。那我後來學到一個方式是說，當我比如說我真的有訴訟的時候，或是員工我無法解的，我就會在夢裡先告訴我自己說，我會在法庭上跟法官溝通好。对，他理解我。他现在要判决前都会先送意念，或在夢裡面跟當事人或跟法官溝通。這個案子不讓我過，法官你就死定了。然後在夢裡面如何讓他的案子是順利的，有沒有？在夢裡面去收銀亞啦，因為夢裡面沒有法律問題嘛，沒有法律問題，在夢裡面去讓事情順利。對，夢裡面沒有法律問題。所以可以劈腿，可以劈腿，來。就是像因為那時候是聽许醫師的演講，我學到，然後我發現我有好幾個本來不覺得和解可以成的，因為像勞工事件很難和解，可是他必須要和解，他就竟然成了，大概至少2個案子，所以我就覺得，他好有趣哦，所以一定果然。我相信以前一個民間傳說，包青天包拯有沒有？這個日判陽，夜判陰。對，就是白天的時候在辦陽間的事，睡覺之後在辦陰間的審判，所以我們的律師已經開始在陰間辦事了。對，來，那我是好再講一個好了，就是我跟許醫師學那個怎麼做夢，因為像我寫書法，他有一些通靈體質，我不覺得我有，他有，对，他是這樣靠近許醫師的。我第一次，我其實有去找過許醫師，有沒有？那個法器有沒有滴血認祖的概念？我其實對，在我爸過世不久，我去找許醫師，第一次找許醫師玩，我就回家做夢，夢到許醫師跟我到我家家教來諮商，然後我就覺得，因為這樣覺得好像貪小便宜嘛，不用繳那個醫師費、看診費，然後我就想說好便宜我沒有關係，所以很多人做夢來參加許醫師的工作坊，跟做夢跟我1對1做心理治療。對，都沒有問題，因為最後你本人還是要來好來。對，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我就請許醫師吃那個日本很多餅乾。那許醫師說：“那好好吃，我要請他打包回家。”所以就一個很栩栩如生的夢。然後後來我像我去練書法，其實我在寫書法是大概2024年開始的。那其實我只是玩家而已，我不是那麼專業，那大家可以包容我。所以後面有他寫的那個書法的義賣，對，春聯義賣，對不對？對。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帶回家哈。那我講這個夢是因為我可能太想寫書法，所以在我開始寫書法之前，我做一個栩栩如生的夢，因為我很少記夢，那個夢有記下來，就是我夢到我去一個好像一個長着鬍子的大師家裡，他家裡很多書畫，然後我是去他家吃點心嘛，因為可能我就是個吃貨，然後我去他家吃點心，然後就玩了很久，就這樣子，他可能不好跟我說什麼，那我也忘了他是誰，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寫書法，所以也許他在夢裡面有教我，所以當我寫書法的時候，我會聽許醫師冥想。那個書法那個字就有靈性，我自己想象，然後我會想象那些大師的精神就是在護持着我，就會學習他的那個狀態，所以這是我應用那個夢的方式。好，所以各位有任何的法律問題可以諮詢我們的洪律師哈。对，還有後面有他寫的春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好，來再回到他剛才的講的夢的部分哈。來，剛剛許醫師說了，夢中自有黃金屋，夢中自有美嬌娘。那從古到今，不知道有多少人面對生命的難題，甚至是生死交關，最後在一個夢當中，得到一種啟發或靈感，就也許拯救了全村人的性命，或是自己變成非常的豐盛。或化解了生命的危機。好，你們去查歷史上這樣的典故，多如牛毛。來，許醫師先用一句賽斯幽默的話來告訴大家，夢裡面為什麼會有更大的自己。賽斯說，當你每天在睡覺做夢的時候，你在交朋友，你在學習技能，你在擴展人際關係，你在做宇宙次元之間的探險。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每天你在睡覺的時候，你只有一件事沒有在做，就是在睡覺。
有聽懂我在說什麼嗎？睡着的你比醒時的你還要忙，而且還要清醒，還要清醒。好，所以志興提到，他可能根本沒有受過正規書法的訓練，可是當醒時的自己說，我想要啟動寫一手好書法的能力，各位，你就會在夢裡面開始請到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書法家來當你的家教，而且不用錢。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夢有助於啟發你的學習。來，賽斯講過一句話，這是賽斯的原文：許多偉大的藝術家都在夢裡面拜古今中外偉大的藝術家為師。所以，一個2026年的偉大藝術家，他甚至在夢境裡面會去找一個2050年的偉大藝術家跟他學習。各位就問我，那個人還沒有投胎啊？對，但是在靈界的部分，在靈魂的部分，那個人已經懂了嗎？所以，一個現代的偉大藝術家會跟一個未來的偉大藝術家學習，這是所有藝術家的沒有說出來的秘密。然後，一個現代的學習者會在夢境裡面跟古代的同一領域的學習者在一起研讀。各位，比如說你是一個中醫，你會在夢境裡面參加一個中醫班，你的同學有華佗、扁鹊，聽懂我在說什麼嗎？就怕你學不到。所以夢境包含了所有古今中外的智慧，就怕你學不到。而且有1对1的家教。各位，所以人類的文明跟我们的教育系統從來沒有對夢有過真正的認識，有過真正的認識。如果我們的教育理論對夢有那麼1,000分之一、1,000,000分之一的認識，現在人類的世界就不會是這個樣子。各位，所以學習的理論、教育的理論從來沒有把夢放在裡面過。這樣的理論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學了一輩子什麼都不會，有些人學了短短2、3年突然變專家，懂了嗎？因為夢裡面會濃縮時間，有時候一個晚上的夢可以抵你20、30年的學習，所以常常你醒過來你記不得，因為你醒過來短短幾分鐘、幾個小時，容納不了20、30年的生命經驗，明白了嗎？因為時間的流速不同。來，有沒有在看武俠小說？所謂的虛彌空間，外面的時間1天，裡面的時間是1年。你可以到裡面1年，出來外面才過1天。各位，夢的流速跟醒時生活的流速不同，因為它的腦波是不一樣的。我們醒過來大部分是貝塔波跟阿法波，靜坐的時候是阿法波，靜心的時候是慢阿法波，在夢裡面可以到西塔波、德爾塔波，知道我在說什麼嗎？你的腦的活動是加速的，所以有時候在夢裡面過了10年，醒過來你才過了1炷香，這就是黃粱一夢跟南柯一夢的概念。所以夢是偉大的教育學習。來，我其實先把整個大綱把它講完，再來許多年的慢性病，可能在夢裡面一個療癒性的夢，在夢裡面遇到一個療癒大師，他可以在一個晚上的夢當中把你10幾年的慢性病突然療癒。來，我舉我們的香港小豬當例子。來，小豬在賽斯文化出一本書叫《生命數字》，他是香港以前塔羅中心的負責人。他跟着許醫師學賽斯也大概20幾年。好，有一次我在上課說啊，小蘇老師是以前這個生命數字赛斯文化出過生命數字是香港塔羅中心的創辦人對於塔羅、對於生命數字很有專精。然後結束之後，他竟然用這個 WeChat 來罵我，陳小豬，小豬你在嗎？小豬，不然來罵我什麼？許醫師。我以前是塔羅中心的負責人，我以前是生命數字，可是這10幾年我都是以賽斯為主。我都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要說你依照生命數字塔羅很厲害，各位聽懂嗎？
他是在跟我說，許醫師沒有這10-20年，我都是在學賽斯，我以賽斯為主啊。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說我怎麼沒有特別凸顯他這一件事，然後又罵我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一個學員这個腎臟病好像第3級還第4級了，可能到第5級就可能要面臨洗腎了。他已經有一個腳趾頭截肢了。後來到了開始學賽斯心法，最近腎功能逆轉，因為本來第3級、第4級再往下就第5級，準備要洗腎了。他的腎臟功能開始反轉，我就舉了這個例子。小豬又罵我，各位，他跟我小豬又罵我，他說：“徐師，你怎麼不舉我當例子？”你這段我又不是很熟，我怎麼舉你當例子？是在 COVID 的時候，他那時候好像要去打疫苗，就一抽血，醫生跟他說你的糖化血色素太高，那時候好像是10還是11，你的血糖太高，糖化血色素太高，然後拒絕幫他打疫苗，因為血糖太高，糖化血色素太高，因为他好像糖尿病10几，那小豬就受到刺激，那他開始做一些減重，比如說生酮飲食，當然那只是表象，很多人生酮最後也是越來越胖了各位，比如說不要以為別人的方法就有用，好不好？有用就會有用，每天喝一杯尿最有用，叫尿療法。对 ，OK， 好，我還發明一種叫吞大便，每天吞一條大便，癌症會好，因為連大便都願意吞了，可見你的求生意志多高啊！所以吞大便完全是唬爛你的，重點是你連大便都想吞，你就會努力想活下來，叫吞大便療法。好，這是笑話。好，來，小豬開始不甘願，就他完全瘦下來。結果10幾年的糖尿病，竟然糖化血色素，竟然他的腎功能完全恢復正常，而且連藥都不用吃。各位，但是我要講的完全不是這個東西。我要講的是，有時候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慢性病，在夢裡面突然被啟發，你的一個概念突然想通，各位腦袋突然通了。來，比如說你在夢裡面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也不知道什麼夢，夢到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突然，手伸進去你的腦子裡面，挖出一坨東西，因為你本來就沒有腦子啊。或是你夢見一個天使，比如說一個末期肺癌的患者，夢見天使那隻手，比如說來，就是你啦。它叫做美萍，美萍，它罹患神經纖維瘤，神經內分泌瘤，所以它現在的肺部全部長滿腫瘤，滿天星。也許他突然做一個夢，夢到濟公活佛，不知道為什麼臉很像許醫師的臉，突然那隻手穿進去，各位。夢裡面它會穿進去不是像我這樣在皮膚裡面穿進去，然後怎麼樣？然後挖了一個晚上，挖得好辛苦。第二天早上起來，他突然覺得呼吸順了。然後再過1個月再去照 X 光片，突然腫瘤都不見了。來，有沒有這種例子？有，會不會發生在他身上？不一定。聽懂了沒有？有沒有這種例子？有，會不會發生在他身上？不一定。因為身心人豬狼吼，聽懂了嗎？那就是在做什麼療癒。賽斯心法叫內在振動性觸覺，是一隻能量的手，不是物質的手。各位，不用開刀，不用手術，直接手怎麼樣伸進去，然後抓住他的肺，抓住肺裡面不應該存在的東西，怎麼樣拉出來？拉了一個晚上，拉的手酸的要死。
他突然覺得整個人怎麼樣？輕鬆多了。突然覺得我再也不要為別人而活了。突然覺得我都已經死過一遍了，我要開始愛自己。各位，他的病會不會痊癒？會。有沒有過這種例子？有。很多民間傳說，比如說夢到一個白鬍子老公公，好，夢到一個什麼太乙金仙，有沒有？好，夢到一個什麼誰什麼怎樣，在夢裡面幫你開刀。好，各位，你不知道靈界也有開刀嗎？有，我告訴各位，他用的是靈體，他用的是意念。靈界也有醫院，靈界也有醫院。好，他會幫你打一種點滴，好，叫以太液。以太知道哈？以太，甲乙丙丁的以太，好，或是叫星光體液。各位，星光體就是我們的夢體 ，astral body， 好，專門滋養星光體的，叫星光液。星星的星，光線的光，液體的液，叫星光液。那当然不是物質。那不是物質界，那是心靈界，叫星光液，會幫你打點滴，會幫你眼睛開刀，各位，然後幫你眼睛開完刀，第二天醒過來，許多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蹟式療癒就是這樣來的，懂了沒有？鼓掌啊！許醫師研究了40年的賽斯心法。好，所以有一些在人間叫做 hand healing， 各位不是那個人，是背後有一個高靈，類似像賽斯這樣的高靈，在告訴他怎麼 healing。各位，從心靈跟能量的層面，從心靈跟能量的層面的療癒。來，現在的醫院開刀、化療、放療都有效，非常有效的治標不治本。醫療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他沒有從能量層面着手。包括一個人的負能量，包括一個人的憤世嫉俗，包括一個人的生命找不到活下去的熱情。各位，沒有活下去的熱情，為什麼要活下去？來，回到賽斯心法那句話，最好的換心手術就不會怎麼樣。一個沒有心要活下去的人，各位，我不是不願意做，我只是沒有心的，我只是沒有心的而已。那再怎麼醫療有什麼用？給你換一個全新的心臟有什麼用？我沒有心的，我沒心嗎？了解了嗎？來，各位，這就是所謂的療癒。那在夢裡面有這個東西，夢裡面甚至有一群靈療的開刀團隊。各位，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物質實相還沒有這個概念，所以大家沒有跟那個地方做什麼連結。是啊。所以看來許醫師的賽斯醫院不一定要開在物質界，可以開在靈界，可以開在靈界，不要省錢哈。好了，美萍想跟大家說什麼？沒有啊，沒有想跟大家說，沒有想要跟大家說什麼。就謝謝許醫師，謝謝羅娜主任，這些日子也陪伴啦。那覺得來賽斯村很快樂，在廚房忙得很開心，就這樣子。對，廚房是我喜歡做的事啊，就在那邊做得很開心。對，好了，我們時間差不多了哈，來各位，好，回去，好，來，今天跟大家講2個部分，很簡單就好。第一個，告訴自己我在夢中醒過來；第二個，我要請夢中的我如何來協助我。好，那不夠具體的話，寫紙條放在枕頭下面，好不好？好，2026年情人節，祝大家健康、豐盛、喜悅，謝謝。也祝許醫師情人節快樂，他是天下人的情人，對不對啊？全天下的情人。好，那後面呢有我們的出版的書籍，如果你們沒有看過或者是沒有買過賽斯書、許醫師的著作，還有我們非常多的賽斯學派的老師們的著作。不好意思，這杯我還沒有喝，要贈送給現場的人。那誰要喝？来，誰要？舉手就是你的啊。來哦，他先，他先，下次要动作快一點，好不好？如果大家買書哈，许医師
會在這邊幫大家做簽名，可以哈。好，來，那謝謝大家。還有要春聯的話，也可以請我們這個至清律師可以為大家寫自己的春聯。我要補充一個東西，对，這個越老越有用哈。我今年要出新的書，那這本書呢有關這個義士之旅，那這是一本繪本。好，它是我寫的文字，然後我們詩琳畫的畫，那就叫做《蘇瑪麗醒了》第一本。好，那接下來可能會寫9本書，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哈，我真的越老越有用，对不对？那今天新年哈，那除夕很多人都回來這個圍爐過年了，那我們在這邊所有的賽斯們，祝福所有要加入賽斯們的人，我們新年快樂，越老越有用，越來越有錢，好不好？好，謝謝大家，新年快樂。